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我敢打赌，养9层塔的人100%都面临过一个致命困局：夏天疯长爆盆，香到掐叶流油的9层塔，一入秋，叶片枯黄，枝条干瘦，突然变僵尸树。更扎心的是，90%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死亡，连最后一茬叶子都来不及收。但今天我要颠覆你的认知，只要掐准一个温度密码，就能给9层塔按下衰老暂停键，让它多活30至60天。先揭露一个真相，9层塔要30摄氏度高温加暴晒才亢奋，一旦温度跌破20摄氏度生命线，生长速度直接腰斩。而温度掉到18摄氏度后，叶片立刻集体泛黄，当15摄氏度以下时，根系直接冻到休眠等死。如果你还在2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区，你的9层塔正在死亡倒计时，抢救黄金期只剩最后2周，现在立刻减脂加控水还能续命。如果温度已低于20摄氏度，光靠修剪不够，必须启动3重保温术。那具体需要怎么做呢？一起花了几分钟了解一下吧。第一招，修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进入秋天的时候，9层塔总是忍不住要开花，一旦顶端抽出花序，整株植物的养分都会被牵引过去，拼命去供养花和种子。结果就是叶子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硬，香味也淡了。很多人不舍得下手，以为留着花还能欣赏，结果反而把整盆9层塔拖进了衰老的通道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舍得剪掉。修剪的第一重点是顶端正在开花的枝条，或者已经木质化发硬的老枝。这些枝条已经基本没有长叶子的潜力了，只会不停消耗营养。把它们剪掉，相当于堵住了养分外泄的口子，让营养重新回流到下部还年轻还旺盛的芽点上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家里的水管，如果上面破了个洞，水一直流走，下面的花盆永远都接不到水，把破口封掉，水才能灌溉到真正需要的地方。修剪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敢于长修剪。很多人只是象征性的把花剪掉一点点，舍不得动太多，其实效果并不大。你如果下手果断，把枝条留到1/3或者1半的位置，就会刺激底部的侧芽迅速萌发。原本只靠顶端1根枝条在长，现在变成2、3根甚至更多新枝一起冒出来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能延缓植株的衰老速度，还能让整盆9层塔重新变得紧凑而有活力。修剪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：原本稀稀拉拉、叶子发黄的9层塔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从枝条的节点处重新长出一批翠绿的新叶。那种老树返青的感觉真的很神奇。很多人第一次动刀子的时候，心里还发怵，觉得会不会剪坏了。但往往只要剪一次，就会被它后面冒出的那一片片嫩叶惊喜到。可以说，修剪是延长9层塔寿命最有效的一步，也是最立竿见影效果的方法。第二招，浇水。别被立秋2个字骗了，其实现在白天还是30度上下，9层塔的需水量依然很大。如果缺水，叶子很快就会打蔫，甚至掉落。这个季节浇水最好选在太阳落山以后，天气慢慢凉下来的时候浇，不仅能避免白天烈日把水分蒸发掉，还能让植株整晚都有充足的水分恢复。浇的时候一定要浇透，让水渗到盆底，而不是表面湿一层就收工。如果盆土比较紧，可以分2次浇，第一次先润湿，隔个5分钟再补一次，这样才能保证根系上下都喝饱。不过等到真正进入凉爽的秋季，比如白天温度降到28度以下，夜里低到22度左右，蒸发速度会变慢，这时候浇水就要拉长间隔。记住要见干见湿，等到盆土干到3-4厘米深再浇，而不是表面刚干就急着补水。这样既不会让9层塔可坏，也能避免土壤长期潮湿导致的烂根。第三招，肥料。到了秋天，9层塔虽然生长速度慢了，但还是需要一些养分来维持。可以给它补充一点淡淡的氨肥，像是咖啡渣发酵稀释之后使用，少量多次，能让叶子保持嫩绿。但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下重肥，因为秋天根系吸收能力下降，肥料太浓反而容易伤根。我试过浓肥，结果第2天就出现叶片焦边的情况，所以切记一定要温和。第4招，保温。9层塔最怕的就是秋天早晚的凉风。
如果你是放在阳台上的，最好挪到能晒到直射阳光的地方。晚上气温低的时候，可以用一个废弃的塑料瓶把底部剪掉，然后套在植株上，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小温室。这样夜间温度可以提高3到5度，就能让它继续生长。有些花友会用薄膜覆盖盆子，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。特别是在台湾地区，秋天早晚温差大，稍微做点保温措施，9层塔就能撑得更久。但这个前提是温度真的降低，如果现在30度还这么做，结果只会是闷坏。不过延长寿命之外，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办法，就是提前准备接力。很多人只想着怎么救老植株，其实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趁9层塔还算健壮的时候，剪几段枝条来扦插。第5招，繁殖。9层塔的生命力很旺盛，枝条一旦碰到湿润的土壤，很快就能生根。一般来说，5到7天左右，你就能看到枝条底部冒出白白的须根，1个星期多一点，新根就能把土抓牢，整个小苗就活下来了。关键是怎么剪，最好选那些没有开花也没有木质化的嫩枝，长度大约10公分左右。下剪口的时候要斜着剪，留出比较大的切口面积，这样更容易长根。然后把底部的叶子去掉一半，避免插到土里之后因为蒸发太多水分而脱水，只保留上部3、4片叶子就够它维持生长了。土壤方面不用太讲究，你甚至用普通的原土，加一点点河沙，保持疏松透气就行。插进去之后，轻轻压实，再喷一点水，让土壤处在微微湿润的状态。放在半阴的地方，不要暴晒，过几天它就会悄悄生根。很多花友第一次尝试的时候，都被它的高成功率惊喜到。这样一来，当老植株进入秋天慢慢枯萎时，你的小扦插苗已经长成一盆新的9层塔，可以无缝接力。哪怕老的就不回来，你也不会断档。更保险的是，你还可以同时留一些种子，等到春天温度回升再播下去，明年依旧能继续享受它那股独特的香气。最后，我想提醒大家，不要把9层塔秋天枯僵看成失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然规律。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修剪、保温、控水、施肥，让它多陪伴我们一段时间。很多花友说，看着9层塔慢慢衰老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换个角度想，它已经在夏天给了你足够多的清香和满足，秋天再延寿1、2个月，已经是额外的礼物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家里的9层塔现在正在发黄，不要慌，按照我说的方法去调整，你会发现它还能再坚持很久。那我也想问问大家，你们的9层塔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有没有人已经开始枯萎了？留言告诉我吧，我们一起交流。喜欢我的内容，别忘记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我们下期见。